夜晚11点半，城市的霓虹灯闪烁，汽车鸣笛声和人群的喧嚣早已散去，只剩零零星星的灯火在马路上拉出一条条长长的光线。苏晨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外套，双手冻得通红，握着外卖车把，呼出的白雾在寒风里一闪即散。今天是他送单的第13个小时，后背酸痛，双腿发麻，但他仍咬牙撑着。最后一单送完，客人打开门，接过餐却连谢谢都懒得说。门砰的一声关上，冷风更刺骨了。苏晨看住手机荧幕上那收入加27.5元的提示，心里没有半点轻松。他低声苦笑，27块半，小林的药费一天就要300块，还差得远啊。想到医院里那张苍白的小脸，他胸口一紧，眼角微热。苏小林，他唯一的女儿，妻子早年因病离世，留下这个孩子，别人说他命苦，他却觉得只要小林还在，他就不能倒下。可是小林天生体弱，心脉缺陷，普通医学无法根治，医生断言唯一的办法是服用稀有药材青木灵草，可那是修士才能碰到的东西，对一个送外卖的凡人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。小林，等爸爸再撑几天，一定会想办法给你整的。苏晨握紧车把，喃喃自语。夜风呼啸，他正要掉头回家，手机荧幕却忽然闪烁起诡异的光，一个古老的符文界面自动浮现出来，灵能修炼系统绑定成功，检测到宿主灵根、肺灵根，系统补正，全属性灵根，修炼速度加1000%。苏晨吓得手一抖，差点把车甩进路边的护栏。神，什么玩意，中病毒了？还没反应过来，他感觉胸口微热，一股陌生的气息在体内流转，像是空气里有一丝丝光芒，顺着鼻息被吸入体内，直冲丹田。轰！他全身一震，脑海里出现了一幅玄奥的画面，丹田之中一团朦胧的光点亮了起来，这是灵气。苏晨目瞪口呆，时息不到，那团光点迅速扩张，丹田气海翻涌，他竟然突破了炼气一层。苏晨呆在原地，浑身颤抖，一个送外卖的普通人竟在一瞬间踏入了修士的门槛。这是真的，我真的能修仙了，他喃喃自语，心跳如鼓。下一刻，脑海中传来系统提示，宿主首次突破，奖励修炼指引。提示，灵气可延年益寿，治病强身，强大到一定境界可翻江倒海，长生不死。苏晨愣住，治病强身，脑海里立刻闪过女儿小林的身影，她的脸色苍白，眼神却总是努力对他笑，说爸爸别担心，我不会痛的。每次听到这话，苏晨心里都像被刀割。此刻他攥紧拳头，眼中浮现前所未有的坚定。不管这是什么系统，哪怕是骗局，我都要抓住。为了小林，我必须变强。寒风中，一个送外卖的男人眼神燃起炽烈火光。第二天清晨，医院病房里，苏小林躺在床上，瘦小的身躯被厚厚的棉被裹着，他只有5岁，却懂事的异常。见到苏晨进来，立刻甜甜笑着喊爸爸，那笑容像小太阳一样，可他的脸却苍白的没有血色。苏晨心口一疼，走过去坐下，把女儿小手握在掌心，冰冷，没有一点温度。小林乖，昨晚睡得好吗？爸爸，我梦见你变得很厉害，好像可以飞在天上，还能打跑坏人呢。小林眼睛亮晶晶，满是憧憬。苏晨心头一震，梦还是预兆？他抬手默默运转昨晚的灵气，掌心间一缕若有若无的气息闪过，竟让小林的小脸红润了一点。苏晨猛然屏住呼吸，这不是幻觉，灵气真的能改善小林的身体。太好了，他眼眶泛红，差点落泪。爸爸，小林眨着眼睛，没事，爸爸只是太高兴了。苏晨低下头，轻轻亲了亲女儿的额头，心里暗暗发誓，不管付出什么代价，我都要让你健康长大。就在这时，病房外传来刺耳的声音，哼，这么小的孩子都住单人病房，真是浪费资源。苏晨皱眉抬头，看见一名穿着名牌的中年妇人带着孩子走过，那小男孩大概6、7岁，手里拿着一个零食吊坠，浑身散发着淡淡灵气波动。妈，你看，他们根本不是修仙家族，怎么住得起这里？小男孩一脸傲慢，目光扫过苏晨，满是鄙夷。妇人嗤笑一声，一个送外卖的穷鬼也想踏入我们的世界，真不自量力。话音不大不小，偏偏全病房都听见了。小林的脸微微发白，低
低下头抓紧了背角。苏晨胸口翻涌，浑身血液像被点燃，昨晚的灵气在体内蠢蠢欲动。他紧紧握着拳头，压抑着怒火，心里却只有一个声音：想看不起我，总有一天我要让你们眼光。夜深人静时，苏晨独自走出医院，站在空旷的天台上，他盘膝坐下，照住系统的指引开始修炼。灵气如同潮水般涌入体内，丹田气海不断扩张。数个小时过去，他全身发烫，体内轰鸣如雷，突破。随着一声低吼，他气势一震，直接冲破壁障。宿主已突破，炼气2层。苏晨睁开眼，目光如电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。从今夜起，他不再只是个送外卖的男人。为了女儿，他将踏上修仙之路，直到无人能再欺辱他，无人能夺走他的笑容。清晨的阳光从病房的窗帘缝隙里洒进来，照在小小的床铺上。苏小玲安静地睡着，脸色比昨天好了一些，呼吸也平稳了。苏晨坐在床边，看住女儿的小脸，心中涌出一种从未有过的踏实感。昨晚修炼一夜，他不仅突破到了炼气2层，甚至还能运用灵气替小玲调养身体。那一缕温润的气息让他的体质暂时稳定下来。修仙是真的，灵气也真的能救小玲。苏晨低声喃喃，眼神逐渐变得锐利。就在这时，脑海里响起熟悉的电子音，系统提示：任务开启，新手任务，展现修士之威，奖励灵石乘以10，低级功法清心诀。苏晨心头一动，展现修士之威，难道还没来得及细想，病房门忽然被推开，进来的是昨天那对母子，还带着几个穿着昂贵衣服的年轻人，为首一个身材高挑、面容俊朗的青年，双手负在身后，气势不凡。妈，就是这个病房。青年扫了一眼苏晨，眉头皱起，露出一抹不屑。妇人笑着回应：陈少，没错，这个穷鬼霸占了单人病房，我昨天还提醒过他，这样的人连灵根都没有，凭什么住在这里？听到灵根2字，苏晨心中一动，原来他们果然是修仙家族的人。青年冷笑：凡人，给你一个机会，带着你女儿滚出去，这里不是你能待的地方。小玲被惊醒，迷迷糊糊睁开眼，看见几个陌生人围着病房，小手紧紧抓住爸爸的袖子。爸爸，他声音发抖。苏晨心头一痛，轻轻拍了拍他的手。别怕，有爸爸在。青年冷哼一声，往前一步，灵气微微散出，整个病房的空气顿时一沉，压得人胸口发闷。哼，凡人就是凡人，连灵压都承受不了，还敢占用我们修士的资源。妇人和那几个年轻人立刻发出讥笑声。瞧瞧，连呼吸都困难了，还想当什么修士？这种废物根本不配。小玲吓得眼泪在眼眶打转，紧紧抱住苏晨的手臂。苏晨低下头，看住女儿颤抖的身体。下一刻，他抬起头，眼神中闪烁着冰冷光芒。轰！体内灵气猛然运转，炼气2层的力量瞬间爆发，那股压迫感顷刻间反压回去，甚至比青年散发的灵压更强烈。房间里的桌椅轰然震动，空气像被压缩了一般。青年脸色骤变，身子一晃，不可置信地看住苏晨。你竟然也是修士？妇人愣在原地，满脸惊骇。怎么可能？他明明是个送外卖的。周围的年轻人也都呆了，刚刚的讥笑声全数卡在喉咙里。苏晨抱起女儿，声音冰冷，字字如铁。我说过，有我在，谁也不能动她。再敢吵到我女儿休息，我就让你们一辈子闭嘴。轰！灵气一震，整个病房的窗户玻璃同时炸裂。青年踉跄后退，脸色涨红，根本无法承受这股灵压。他一咬牙，丢下一句狠话：哼，算你运气好。随即灰溜溜带人离开。病房里安静下来，小玲眼睛亮晶晶地望着爸爸，小手轻轻拍着他胸口。爸爸，你好厉害！那声音里满是崇拜和安全感。苏晨心头一热，嘴角微微上扬。他伸手替女儿把被子盖好，柔声道：小玲别怕，从今天开始，爸爸会变得比任何人都强，再也没有人能欺负你。女儿乖乖点头，脸上露出久违的笑容。系统提示音响起，任务完成，展现修士之威，奖励发放，灵石乘以10，清心诀功法。苏晨脑海里立刻浮现出一部完整的功法，那是修士入门必备的心法，可以帮助他更快吸收灵气，稳定境界。他深吸一口气，感受着手里灵石散发的温润灵气，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：有了这一切，
我就能更快变强。小林，爸爸一定会守护你，知道无人能伤你分毫。夜色再度降临，城市的灯火渐渐点亮，一个外卖员的身影静静坐在病房外的走廊上，双眼闭合，运转功法，灵气涌入体内，经脉震颤，他的气势再次拔升，宿主突破，炼气3层。短短1天，他已连破2层境界。苏晨缓缓睁开眼，目光锐利如刀。这条路才刚开始。清晨，病房里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小林的脸上。他睁开眼，对住爸爸甜甜一笑，声音却依然虚弱：“爸爸，我今天是不是好多了？”苏晨握住他的小手，心里酸涩却故作坚强地笑着：“比昨天好多了。再过不久，小林就能像其他小朋友一样去公园玩。”小林眼睛亮了起来，却还是忍不住轻咳了2声。苏晨心头一紧，心里的急迫感越来越重。正当他陷入思索时，脑海中的系统忽然响起提示：系统提示发现关键任务，任务夺取青木灵草，为女儿续命，任务奖励修为提升1层，随机灵气乘以1。苏晨浑身一震，青木灵草，果然这就是医生口中唯一能彻底根治小林体质的灵药。系统继续提示：线索，今日午后，青木灵草将出现在城东黑市密拍。苏晨眼神瞬间冰冷，不管付出什么代价，我都要拿到它。城东废弃工厂改造的黑市，这里灯火通明，人声鼎沸，凡人不敢靠近，聚集的几乎全是修士。苏晨戴着一顶帽子，低调走进去，灵气波动在这里随处可见，有的修士甚至直接在摊位上演示法术，招揽买家。各种丹药、灵材、法器，让人眼花缭乱。这就是修士的世界吗？苏晨心中震撼，但很快冷静下来。他不是来观光的，他是来夺取女儿救命的。密拍场内，主持人取出一个晶莹的玉盒，轻轻打开，霎时间，整个场子都充满了一股清新的木灵气息。诸位，今日的压轴宝物青木灵草，此物不仅能治疗各种体弱、经脉缺陷，更是筑基丹的重要辅材。全场一阵骚动，青木灵草，这可是真品啊！哪怕凡人服下也能延寿10年，我一定要拿下！一瞬间，所有人的眼神都炽热起来。苏晨目光死死盯着那株散发青光的灵草，拳头捏得发白。这东西，我势在必得。拍卖开始，很快就有人出价，100下品灵石，150、200，价格迅速飙升。苏晨心里一沉，他身上只有10颗灵石，根本无法竞拍。但系统的声音再次响起。宿主可选择强夺，任务不限制方式。苏晨深吸一口气，眼神逐渐冷了下来。既然买不起，那就抢。就在这时，一名穿着华服的青年忽然站起身，冷冷开口：300下品灵石，我骆家要定了。全场安静。骆家，城中修仙世家之一，势力庞大，无人敢与之争。拍卖师立刻宣布，既然无人再出价，那么青木灵草归骆家。玉盒刚被递过去，一只手忽然闪电般伸出，直接夺走。什么人？全场震惊。苏晨攥紧玉盒，转身就走。找死！华服青年怒喝一声，身形一闪，带着几名随从拦住去路。他冷笑道：一个凡人也敢抢我骆家的东西？苏晨抬起头，眼神冰冷。这东西我必须要！青年怒极反笑，双手结印，一道火焰长矛瞬间凝聚，呼啸着射向苏晨。轰！火光映亮整个大厅，周围修士纷纷后退。这小子死定了！凡人怎么可能挡住炼气5层的攻击？然而下一刻，苏晨体内灵气运转，猛然一拳轰出，拳劲如雷，竟硬生生将火焰长矛击碎。余威震的青年连退3步。怎么可能？他也是修士？全场哗然。苏晨一步步走上前，气息狂暴，炼气3层的力量毫不掩饰。想拦我，就先试试能不能承受我的拳。轰！一拳落下，华服青年连同随从全部被震飞，重重砸在墙上，吐血倒地。场内一片死寂，所有人不可置信地看住这个戴着帽子的男人。一个送外卖的凡人，竟在众目睽睽下横扫修仙世家弟子。苏晨抱紧玉盒，冷声吐出一句：这东西是我要救我女儿的命，谁敢再伸手，我让他没有命伸手。杀气四溢，无人敢再拦。夜里，病房，苏晨打开玉盒，一缕青光照亮整个房间。小林睁开眼，惊讶地哇了一声：
好漂亮，爸爸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能治好你的药。苏晨轻声说，眼眶微热。他小心翼翼将青木灵草熬成药汁，一点点喂进女儿口中。片刻后，小玲的脸色明显红润了许多，呼吸也更加平稳。爸爸，我感觉不那么难受了。他笑着说，眼里闪烁着久违的光彩。苏晨心里一阵酸楚，紧紧握住他的小手。小玲，爸爸答应你，从今以后你再也不会受苦了。脑海里响起系统提示，任务完成，夺取青木灵草，奖励修为提升1层，随机灵气乘以1。轰！灵气如潮水般涌入体内，苏晨的气息瞬间拔升，突破炼气4层。同时，他手中出现一柄青铜长剑，剑身古朴，散发着冷冽光芒。苏晨看住剑，眼神坚毅。为了小玲，我会越来越强，谁敢挡我，我就斩谁。夜幕低垂，病房里安静的只能听见心跳声。桌上，青木灵草煎出的药汁已经被小玲全部服下。小女孩靠在枕头上，睫毛长长的，呼吸均匀，神情安详。与以往不同，她的脸颊多了一丝红润，整个人像是沐浴在一层淡淡的清光之中。苏晨坐在床边，目不转睛地守着，心里第一次有了真正的希望。小玲，你会慢慢好起来的。他轻声喃喃，手掌敷在女儿的小手上，灵气缓缓注入，替她调养经脉。然而，就在这时，轰！一股狂暴的灵力忽然从小玲体内爆发，青光冲天，整个病房瞬间被照亮，像是白昼。深夜的医院走廊一片寂静，偶尔有护士推着小车经过，药瓶碰撞声清脆。苏晨坐在病房里，闭眼打坐，灵气在体内流转不息。这几天的修炼让他的境界牢牢稳在炼气4层，气息比之前更加浑厚。小玲安静地睡在床上，呼吸均匀，她的脸颊带着一抹健康的红润，看起来比以前好多了。苏晨看住女儿，眼神柔和，但心底却始终悬着一根弦，先天灵体。这个秘密如果传出去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正当他心思翻涌时，突然，轰！医院大门处传来剧烈爆炸声，震得整栋楼都晃了一下，惊呼声、玻璃破碎声同时响起。火灾？怎么回事？护士和病人们慌乱四窜。苏晨眼神一沉，立刻冲到窗边，只见几道身影破门而入，带着浓烈的灵气波动。最前面那人身穿黑袍，双眼泛住冷光，果然没错，这里有异象的气息。他抬手一指，灵气化作罗盘般的光影，直直指向小玲所在的病房。苏晨心口一紧，瞬间明白，女儿被盯上了。小玲，别怕。他低声在女儿耳边说，将被子掖好，然后提起青铜剑，推门而出。走廊里，3名修士已经逼近，看到苏晨，他们眼里满是戏谑。呵，这就是那个孩子的父亲，不过是个凡人，还想挡我们？苏晨目光如刀，冷冷开口，想动我女儿的人，先问过我的剑。什么？苏晨心头大骇，猛然站起，小玲的身躯漂浮起来，双眼紧闭，眉心浮现出一个古老的符文印记，散发着神圣却又危险的气息。空气凝滞，灵气像疯了一样朝他体内涌去，他的小小身躯根本承受不住，额头渗出冷汗，嘴唇泛白。小玲，苏晨心脏猛然一缩，眼看着女儿全身发抖，像是要被灵气撕裂。脑海中系统声音响起，警告，检测到特殊体质先天灵体，该体质天生亲和万法，修炼速度无人能及，堪称天命之子。但若无强者庇护，必将成为各方觊觎之物，甚至被夺舍利用。苏晨脑袋轰的一声炸开，天命之子，怪不得小玲天生体弱，原来是体内蕴藏着如此惊人的灵体。可现在他根本无法控制这股力量，随时可能爆体而亡。不行！苏晨眼神血红，猛然拔出昨晚获得的青铜长剑，剑身嗡鸣，散发出镇压之威。给我震！他咬牙切齿，将灵气灌入剑中，一剑插在床边地板，轰！剑光化作锁链，将小玲周身暴走的灵气压制下来。女孩身上的青光逐渐收敛，但眉心的符文仍闪烁不定，像是在与外界某种力量呼应。小玲忽然轻声梦呓：“爸爸，不要走！”苏晨心头猛然一痛，眼泪差点夺眶而出。他立刻伸手抱住女儿，额头贴着她的额头，声音低沉却坚定：“小玲，听爸爸的，你不是孤单一个人，爸爸永远在你身边。别怕，坏人永远动不了你。”奇迹般的，
符文的光芒渐渐暗淡下来，暴走的灵气终于平息。小林安静下来，呼吸逐渐平稳，像是熟睡过去。苏晨浑身冷汗，衣衫都湿透了。他死死握着青铜剑，手指因用力而发白。系统再次响起，事件完成，初步镇压先天灵体暴走，奖励灵压护符乘以1。苏晨呼出一口浊气，将护符紧紧攥在手心。这枚护符能在小灵暴走时临时镇压灵气，但只能使用3次。3次，也就是说，之后还会再次爆发。苏晨眼神愈发冰冷。女儿的秘密已经暴露，如果有人知道她是先天灵体，一定会有无数人觊觎。想到这里，他心脏像被利刃割过，眼底燃起滔天杀意。小灵，不管未来有多少危险，爸爸都会挡在你前面。想动你的人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1日，小灵醒来后，看见爸爸抱住她睡在床边，眼睛红肿。他小心翼翼地伸手摸了摸她的脸，爸爸，是不是我又让你担心了？苏晨立刻坐起，强笑住摇头，没有，小灵很棒，爸爸只是昨晚太累了。女孩眨着眼睛，突然笑了起来。我做了一个梦，梦里我全身发光，好像变得好厉害呢。苏晨心头一震，但很快点点头，对，你就是最厉害的小公主。不过，不管你有多厉害，爸爸永远都会保护你。小灵咯咯笑了，紧紧搂住爸爸的脖子，那笑容纯净无瑕，却让苏晨的决心更加坚不可摧。病房外，一名护士低声窃窃私语，你听说了吗？昨晚那个病房突然爆出强光，好像灵脉共鸣一样。不会吧，一个凡人孩子怎么可能引起灵脉异动？我也不清楚，但已经有人往上头报告了。他们不知道的是，这条消息已经被某些势力注意到。夜里，苏晨再次修炼，体内灵气流转如潮，境界逐渐稳固在炼气4层。他看住沉睡的女儿，眼神如刀。为了守护她，我必须变得更强。下一步，我要学会真正的战斗。深夜的医院走廊一片寂静，偶尔有护士推着小车经过，药瓶碰撞声清脆。苏晨坐在病房里，闭眼打坐，灵气在体内流转不息。这几天的修炼让他的境界牢牢稳在炼气4层，气息比之前更加浑厚。小灵安静地睡在床上，呼吸均匀，她的脸颊带着一抹健康的红润，看起来比以前好多了。苏晨看住女儿，眼神柔和，但心底却始终悬着一根弦，先天灵体。这个秘密如果传出去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正当他心思翻涌时，突然轰轰，医院大门处传来剧烈爆炸声，震得整栋楼都晃了一下。惊呼声、玻璃破碎声同时响起。火灾？怎么回事？护士和病人们慌乱四窜。苏晨眼神一沉，立刻冲到窗边，只见几道身影破门而入，带着浓烈的灵气波动。最前面那人身穿黑袍，双眼泛住冷光，果然没错，这里有异象的气息。他抬手一指，灵气化作罗盘般的光影，直直指向小灵所在的病房。苏晨心口一紧，瞬间明白女儿被盯上了。小灵，别怕。他低声在女儿耳边说，将被子掖好，然后提起青铜剑，推门而出。走廊里，3名修士已经逼近，看到苏晨，他们眼里满是戏谑。呵，这就是那个孩子的父亲，不过是个凡人，还想挡我们？苏晨目光如刀，冷冷开口，想动我女儿的人，先问过我的剑。黑袍修士嗤笑一声，手指一弹，一缕火焰瞬间化为火蛇，扑向苏晨。轰！火光照亮整个走廊，护士们尖叫住倒退。凡人根本看不懂这是什么，只以为遇上了恐怖袭击。苏晨却没有退，长剑一横，灵气灌注，破！剑光闪烁，直接将火蛇劈碎，鱼尾反震，把对面2名随从震退数步。什么？这人竟然是修士？不对，他的气息不稳，是刚入道的蝼蚁。黑袍修士眼神一冷，抬手照出一柄黑色镰刀，灵气翻涌，区区炼气，敢挡我，给我死！他一刀斩下，整个走廊瞬间被黑光覆盖，空气发出刺耳的哀鸣。护士们吓得瘫倒在地，哭喊住救命。苏晨怒吼一声，将青铜剑插入地板，剑身瞬间散发出镇压之力，灵光化作护盾，将病房整体笼罩。轰隆，黑光砸在护盾上，震得玻璃尽碎，但病房门窗纹丝未动。小灵安然无恙，苏晨鬓角渗出冷汗，却眼神坚毅，有我在，谁也别想进去半步。黑袍修士脸色彻底沉下来，有些本事，不过炼气4层也敢跟我叫板。他再次挥动镰刀，黑芒暴涨，
苏晨心中一凛，忽然脑海响起系统声音，提示可消耗奖励护符1次，瞬间提升灵压，用。瞬间，一股恐怖的压迫感从他身上爆发，青铜剑嗡嗡作响，旁浮有无形锁链破空而出，压得走廊空气凝固。黑袍修士刚抬起的镰刀，竟被硬生生压制的动弹不得。这是什么力量？他瞳孔骤缩，浑身发冷。苏晨一步步走上前，声音低沉却震耳欲聋：“滚！”轰！灵压化作狂风，将3名修士如同破布般掀飞，重重砸在走廊尽头，吐血倒地。护士们目瞪口呆，完全无法理解刚刚发生了什么。有人颤声低语：“那个外卖员爸爸刚刚是不是像电影里的超人一样？”苏晨没有理会旁人的惊恐，只是冷冷盯着那几个倒地的修士：“回去告诉你们的主子，这孩子是我的女儿，想动她，先从我尸体踏过去。”黑袍修士眼神闪烁，终于咬牙撂下一句狠话：“你会后悔的，这不是你能守住的。”说完，他带着2名随从踉跄逃离，走廊陷入死寂。凡人们看住苏晨，眼里全是震惊与恐惧，他们不敢靠近，只能窃窃私语：“原来他不是普通人，刚刚那股力量，我连呼吸都快停了。这到底是什么人啊？”苏晨却没有解释，只是转身回到病房，看住依然熟睡的女儿，眼神柔和下来。他坐在床边，轻声道：“小玲，爸爸暂时守住了，但未来恐怕会有更多人来。”脑海里系统提示再次响起：“任务完成，守护凡俗世界，奖励修为经验乘以500，战绩猎山剑入门。”苏晨深吸一口气，感受体内灵气再次精进，嘴角浮起一抹冷笑：“来吧，不管多少人觊觎，小玲就是我的逆鳞，谁敢动她，我便杀谁。”夜深，城市的霓虹灯逐渐熄灭，医院病房里只剩下一盏昏黄的夜灯。小玲睡得很安稳，呼吸均匀，脸上带着甜甜的笑。苏晨却没有睡，他静静地坐在窗边，手里握着那柄青铜长剑，脑海里系统传来的战绩讯息还在回荡：战绩获得猎山剑注解，以剑破山，以气裂地，威能无穷。状态入门0%。苏晨闭上眼，脑海里浮现一段又一段繁复的剑诀与行宫路线，那是远超凡俗的修炼法门，每一字都如雷霆轰击石海。刚开始他只觉得头痛欲裂，丹田灵气乱窜，经脉庞浮被烈火灼烧。啊！苏晨咬牙，额头青筋暴起，这种痛苦比送外卖时暴晒，风雨颠簸，甚至比看住女儿病危时的绝望还要残酷。可他没有停，脑海里闪过小玲苍白的脸，虚弱的声音：“爸爸，我是不是好多了？爸爸，我想去公园，为了你。”苏晨猛然睁开眼，目光坚毅如铁：“爸爸哪怕粉身碎骨，也要修成这一剑。”灵气疯狂在体内运转，经脉几乎要爆裂。他一遍又一遍演练猎山剑的路线，从最初的错乱到逐渐有了规律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当第一缕晨光透过窗帘洒进房间时，苏晨长剑一挥，轰！一道半米长的剑光竟然自剑尖斩出，直接划破了面前的铁质护栏，金属断裂声清脆，断口平滑如镜。苏晨怔住，然后大笑出声：“成功了！这就是猎山剑的威力，哪怕只是入门，一剑已足以斩铁如泥。”中午，为了测试威力，苏晨特意来到郊外一处废弃工地，这里钢筋林立，水泥墙破败，没有人打扰。他握剑而立，心神专注，灵气顺住经脉注入剑身，猎山剑。随着一声低吼，剑光爆闪而出，轰隆！5米外一堵厚实的水泥墙竟被剑光硬生生劈开，碎石崩飞，烟尘滚滚。苏晨站在原地，手中的青铜剑嗡嗡作响，像是在共鸣。这就是剑的力量。他眼神炙热，心中掀起滔天波澜。以前的他只是个在都市里奔波的外卖员，任人呼来喝去，连基本的尊严都难保。如今他却能以一剑开山裂地，这种反差让他心底涌出前所未有的自信与豪气。然而声音也惊动了附近的人，几个流浪汉远远看见，顿时吓得脸色煞白。妈的，那人一剑把墙给劈了，这是神仙吗？有人颤抖着拿出手机拍摄，但镜头刚对准，手机就莫名黑屏死机。苏晨看了一眼，心里一动，系统在保护我的秘密，很好。当晚回到医院，小玲正睁着眼睛等他。爸爸，你去哪里了？他眨着眼睛，眼神里带着一丝担忧。
苏晨走上前，揉了揉他的脑袋，笑道：“爸爸去变强了，以后不管谁来欺负我们，爸爸都能一剑把他赶走。”小林眼睛亮晶晶的，严肃地伸出小手：“那我把我最厉害的东西给爸爸。”他从枕头下掏出一颗糖果，放到苏晨手里：“这是护士阿姨给我的，爸爸吃了就会更厉害。”苏晨怔了怔，鼻子发酸，随即笑着把糖放进嘴里：“爸爸现在真的变厉害了。”夜里，苏晨再次修炼猎山剑，这一次灵气流转更加顺畅，剑光更明实，气势隐隐比白天强出一分。系统提示响起：战绩猎山剑熟练度加15%，当前状态入门35%。苏晨深吸一口气，看住熟睡的女儿，眼神无比坚定：“这一剑我要修到大成，哪怕敌人如山，我也要一剑将之劈开。”然而，远在城外的一处高楼天台上，一名身披紫衣的女子静静俯瞰着城市，她眉心一点紫纹微微闪烁，喃喃自语：“猎山剑的气息，呵，有意思，一个凡俗之人竟能修成这种战绩。”她的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，或许该去见见这对父女了。夜深，城市的霓虹灯渐渐熄灭，医院的病房楼依旧亮着冷白的灯光。苏晨盘膝坐在床边，长剑横放膝上，灵气顺住经脉缓缓流动。他刚把猎山剑的剑诀再次演练了一遍，体内灵力比昨天更为凝实。小林睡得香甜，抱着一只毛绒玩偶，呼吸均匀，脸上带着久违的红润。就在此时，窗外的夜风忽然一静，下一刻，空气彷彿被无形之力压住，窗帘自动鼓动，玻璃轻颤。苏晨猛地睁开眼，谁？他一把握紧青铜剑，浑身灵气运转，挡在女儿床前。随着一声轻笑，一名身披紫衣的女子出现在窗外。她未曾踏足，但人影一闪，已然站进病房。她眉心有一点淡紫色的印记，气息深不可测。明明没有释放杀意，但那份压迫感却如大山压顶。“你就是那个孩子的父亲。”她的声音轻柔，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冷漠。苏晨紧紧握剑，眼神如刀。“你是谁？”紫衣女子并未回答，而是目光扫向小林，看见女孩熟睡的模样，她的眼神微微移动，似乎有一丝欣慰。先天灵体，呵，果然如此。苏晨心口一震，脸色瞬间沉了下来。“你到底想干什么？”紫衣女子看住他，微微一笑：“别紧张，我暂时没打算动他，只是我很好奇，你这样一个凡俗之人，为何能修成猎山剑？”她语气带着一丝嘲讽，一边抬起玉手，虚空一握，轰！一股无形的灵压如巨浪般席卷，整个病房的空气彷彿被抽乾。苏晨只觉得胸口发闷，呼吸困难。他咬牙，将女儿护在身后，长剑猛然一横：“不管你是谁，想动我女儿，除非先踏过我的尸体。”紫衣女子眼神一冷，手指轻弹，一缕紫光化作长鞭，直抽而下。苏晨怒吼，灵气疯狂涌入剑身，猎山剑，剑光爆闪，与紫光正面相撞。轰隆！病房内瞬间气浪翻涌，窗户尽碎，墙壁裂纹蔓延。苏晨被震得连退3步，胸口气血翻涌，几乎要吐血，但他依旧死死握着剑，脚步未曾退开女儿半寸。紫衣女子微微挑眉，目中闪过一抹意外，有趣，炼气4层，竟能挡住我一击。她并未再出手，只是负手而立，饶有兴味地盯着苏晨：“你知道吗？以你现在的修为，这世上任何一个筑基修士都能轻易抹杀你，可你偏偏敢挡在孩子面前。”苏晨喘着粗气，眼神却如钢铁般坚定：“因为她是我女儿。”这句话没有半点犹豫。紫衣女子怔了怔，随后嘴角勾起一抹弧度：“呵，真是愚蠢的执念，但却让人有点欣赏。”她转过身，紫衣在风中轻扬：“你还太弱，若想守住她，就努力修炼吧，否则下一次来的可不会是我这样心情好的人。”说完，身影一闪，已消失在夜色中，只留下淡淡紫光散落。病房内恢复了平静，只是墙壁满是裂痕，窗户破碎一地。苏晨缓缓吐出一口血，单膝跪地，却死死握着长剑，眼神依旧冷冽。小林被动静惊醒，揉着眼睛，迷迷糊糊地说：“爸爸，怎么了？”苏晨立刻收起剑，挤出笑容，把他搂进怀里：“没事，爸爸在，你好好睡，什么都不用怕。”小林安心地靠住他，没多久又睡住了。苏晨低头看住他，心里却是波涛汹涌。紫衣女子的出现，意味着小林的秘密已经真正暴露。
而他现在的力量远远不够。他抬起头，眼神如火，无论如何，我都要变得更强。下一次，绝不容许任何人威胁到他。脑海中，系统提示响起，触发隐藏任务，10日内将猎山剑提升至小成，完成奖励，修为提升+1，灵脉感知，失败惩罚，随机削弱1层修为。苏晨目光一凛，10天，那就拼命修炼。系统的声音在脑海里清晰回荡。触发隐藏任务，10日内将猎山剑提升至小成，完成奖励，修为提升+1，灵脉感知，失败惩罚，随机削弱1层修为。苏晨深吸一口气，紧紧握住青铜剑。10日，我没有退路。这一夜，他没有合眼。白天，他依旧守在小林床边，帮他喂药，陪他画画讲故事。女儿笑起来时，世界好像也亮了一点。夜幕降临，整个病房陷入寂静，苏晨才会在窗边盘膝坐下，调息灵气，开始疯狂修炼。剑诀一遍又一遍在体内运转，灵气如火，经脉如铁，每一次冲击都像是要将它活活撕裂。猎山剑，剑光一闪，墙壁再添一道裂纹。苏晨满头冷汗，胸口气血翻滚，却咬牙继续。第3夜，他练到经脉淤塞，浑身颤抖，鲜血从嘴角溢出。爸爸！小林被惊醒，急得直掉眼泪。苏晨生怕吓住他，强忍住痛，笑着伸手抹去他的眼泪。没事，爸爸只是做了个噩梦。小林眨着红肿的眼睛，乖乖从抽屉里拿出1颗糖塞到他嘴里，这样就不怕了。那一刻，苏晨的心酸与温柔交织，他将糖含入口中，心底却更加坚定。为了这个孩子，他无论付出什么都值得。第6夜，剑光已能延伸3尺，力量明显提升，但伴随而来的是更剧烈的反噬。苏晨全身经脉像被火烧般灼痛，甚至有细小裂痕渗出血丝。再来！他大吼一声，硬是将灵气压入剑身。轰！剑光劈开地板，石屑四溅，声音惊动了护士。他推门一看，只见病房里一片狼藉，却莫名心神恍惚，什么也没看清。等他回过神时，房里只剩父女安静相依的模样。他摇摇头，低声嘀咕，大概是太累了。第8夜，苏晨几乎到达极限，气血逆流，胸口如刀绞般疼痛。他咬着牙，额头青筋暴起，身体颤抖得像要散架。爸爸，喝水。小林睁着困倦的眼睛，端出一杯水，小心翼翼地送到他嘴边。那小小的手颤抖却坚持不放。苏晨看住他，眼泪差点夺眶而出。他接过水，一饮而尽，心中吼声震天。为了你，爸爸不能倒下。他闭上眼，再次运转猎山剑。轰隆，剑光暴涨，气浪震得窗帘猎猎作响。熟练度提示在脑海中快速跳动。熟练度加10%，熟练度加15%，当前状态，入门95%，只差临门一脚。第10夜，苏晨全身灵气如江海奔腾，经脉几乎撑裂，他仿佛站在生死边缘，只有一念支撑守护女儿。猎山剑，剑光轰然斩出，带着雷霆万钧之势，狠狠劈在病房正中央的地面。轰隆，整层楼地板震动，尘土飞扬，一道深达3尺的剑痕直贯地基。系统提示同时响起，任务完成，猎山剑突破至小成，奖励发放，修为提升+1，灵脉感知获得。苏晨浑身剧震，丹田灵气瞬间暴涨，经脉被新力量冲刷，痛苦化作快感。他感觉自己整个人像是脱胎换骨，力量提升了数倍。小成终于成功了，他忍不住仰天大笑，声音压低，却依旧带着难掩的狂喜。小林揉着眼睛醒来，看到他笑，迷糊地问：爸爸，梦到好事了吗？苏晨上前将他搂紧，低声回道：爸爸梦到以后再也没有人能伤害你了。然而他不知道的是，在医院对面的一栋高楼上，正有几道隐秘的身影冷冷注视着这一幕。猎山剑小成，不错，这妇女必须带回宗门。他们眼中闪过贪婪光芒，悄然消失在夜色中。风暴正在逼近，苏晨静静坐在病床边，手中青铜长剑放在腿上，眼神沉稳如山。自从猎山剑突破小成，他能明显感觉到体内灵气流转更加圆润，丹田宛如江河奔腾，每一次呼吸都带着隐隐威势。更重要的是，系统的奖励灵脉感知，此刻
他只需闭上眼，便能察觉到周遭100米内的灵气波动，每一道气息的强弱、流动的方向，都在脑海中勾勒出清晰的画面。这是凡俗与修士最大的差别。凌晨，外头的街道冷清无声，只有零星车辆呼啸而过。忽然，苏晨眼神一凝，在灵脉感知里，他清楚捕捉到3道隐秘的气息，正从不同方向靠近医院。他们呼吸压抑，脚步无声，显然经过专门训练。来了，苏晨心中冷笑，他轻轻替小林掖好被子，然后悄然推门而出。医院天台，3名黑衣人汇合，他们脸上附着黑布，身形矫健，身上灵气波动明显。情报属实，那女孩确实是先天灵体，宗门下令必须带回去，哪怕杀了那个父亲。话音刚落，夜风一动，唰，一道剑光突兀出现在他们面前，带着雷霆之势，将水泥的劈出1道半米深的裂痕。3人齐齐色变，只见苏晨持剑而立，背影在夜色中如铁塔般挺拔。想动我女儿，问过我这把剑没有？是你。其中一人冷笑，炼气小成，可笑，凭你也想挡住我们？3人同时拔出短刃，灵气凝聚，气势凶狠。苏晨眼神冰冷，没有退半步。烈山剑，轰！剑光暴涨，宛如奔雷直劈。3名黑衣人应接之下，瞬间被震得倒飞而出，撞破天台护栏，鲜血狂喷。他们惊骇欲绝，怎么可能？这剑根本不是普通战技。苏晨迈步上前，剑指苍穹，声音冷冽：滚回去告诉你们的宗门，不管是谁敢打我女儿主意，我苏晨拼命也要将他斩杀。剑势轰鸣，夜空庞幅被劈开一线，3人心神俱震，狼狈逃窜而去。苏晨收剑而立，胸口气血翻涌，但脸上没有半点懈怠，这只是前哨，真正的危机还没到来。第2天一早，小林睁开眼，看见父亲眼下的黑痕，忍不住伸手轻轻摸了摸。爸爸，你是不是没睡觉呀？苏晨笑着摇头，把早餐递到他手里。爸爸不累，吃吧，你要快点好起来。小林乖乖点头，却偷偷在心里想，等他病好了，一定要替爸爸分担。夜晚，苏晨再次展开灵脉感知，这一次他察觉到的不只是3道气息，而是更多更深沉的存在。至少有2名筑基修士正隐匿在城区边缘。苏晨神情前所未有的凝重，筑基以他现在的修为，硬汉筑基无异于自寻死路。但若要保护小林，他没有选择。他在病房桌上摊开一张城市地图，目光扫过每一条街道，不能再留在医院，得带他离开，找一个他们难以追踪的地方。计划刚定，脑海中忽然响起系统提示，警告：高阶修士正在锁定宿主位置，任务触发，逃出升天，限时3日内摆脱追杀，完成奖励，突破契机，失败惩罚。女儿性命危殆，苏晨猛地握紧拳头。3天，好，那就拼命杀出一条血路。而此时，在城市另一处高楼上，紫衣女子负手而立，冷冷看住远方的医院。在她身后，数名身披宗门服饰的修士单膝下跪，躬声道：师姐，是否要现在出手？紫衣女子眸光微动，淡淡道：不用急，猎物若不挣扎，怎么能激发潜力？她嘴角勾起一抹似笑非笑的弧度，让我看看这个凡俗父亲能走到哪一步。夜风呼啸，杀机暗涌，苏晨握着青铜剑，目光如铁，站在病房窗前。窗外的霓虹灯闪烁，却无法掩盖隐匿的杀机。灵脉感知显示，2名筑基修士正在逼近医院。小林，快准备！他低声对女儿说。小林睁大眼睛，心中有一丝害怕，但更多的是信任。爸爸，我跟你一起走。苏晨点头，将他抱进怀里，青铜剑紧握。医院大门外，2名筑基修士已经感受到苏晨的气息，脚步如风，迅速逼近。其中一人冷笑：4层炼气的小子也敢阻挡我们？另一人眼神阴冷：师姐交代的任务，不达目的不罢休。轰！夜空一闪，2人同时出手，灵力化作利刃，直扑苏晨而来。苏晨心中一沉，手中青铜剑一横，运转烈山剑。烈山剑，剑光爆闪，与灵力利刃正面撞击，轰隆！2名筑基修士被震得倒退，口中鲜血喷出，但表情更加冷漠。还真有几分力气，小子，跟我来！他们猛地转身，直奔医院侧门而去，企图截断苏晨与女儿的退路。苏晨冷哼一声，抱紧小林，瞬间踏破地面，灵气催动下，
整个身影如风般跃出窗外。轰！一道剑光劈向追兵，将地面炸裂，碎石四溅。2名筑基修士惊怒交加，却被迫停下追击。苏晨带着小林穿过小巷、屋顶、铁轨，利用城市地形反复闪避。小林紧紧抱着父亲的脖子，颤抖地问：“爸爸，他们会追上来吗？”苏晨看住夜空，目光冰冷如霜：“放心，爸爸绝不让任何人碰你一步。”一条窄巷中，2名筑基修士再次现身，4层炼器，今天我们就要看看你能躲多久。他们同时施展灵力攻击，将整条巷子震得塌陷。苏晨停下脚步，深吸一口气，将小林护在身前。猎山剑，剑光狂暴炸裂，直击2名修士，轰隆，石块碎裂，灵力如波。2名修士退到巷口，无法靠近。苏晨趁机拉着小林，纵身翻上屋顶，疾行如风。屋顶上，苏晨停下来，仔细观察追兵动向。他明白，这只是初步交手，真正的高手还在暗中等候。爸爸，我害怕。小林紧紧抱住他。苏晨蹲下身，揉了揉他的头发，柔声道：“别怕，爸爸在，无论多少敌人都不能碰你。”小林闭上眼睛，紧紧靠在父亲胸口。城市另一侧，高楼之巅，紫衣女子负手而立，眼神冰冷，俯视整座城市。4层炼器的小子居然能让筑基修士吃瘪，他嘴角浮起一抹弧度。有意思，妇女值得观察。他手中一枚玉簪轻轻一掷，玉簪飞旋而下，如有灵性般追踪着苏晨的气息。下一步，真正的考验该开始了。夜风呼啸，城市的阴影里，杀机与灵力交织，逼得人心惊悚。苏晨抱着小林，目光如钢铁般坚定。来吧，无论是谁，都别想伤他一步。夜色如墨，城市灯火零星闪烁。苏晨抱着小林，疾奔在屋顶之间，每一步都带起残影。灵气在体内疯狂运转，他的胸口起伏剧烈，额上冷汗直流。灵脉感知不断传来警告，追兵越来越近，而且气息越来越沉重，那是筑基修士特有的压迫感，像山岳压在背后，让人几乎窒息。爸爸，他们追上来了吗？小林缩在他怀里，小声问道。苏晨咬紧牙关，声音坚定却温柔：“不用怕，有爸爸在，他们谁也不能抓走你。”轰！一股灵力从后方爆发，瞬间将半条街道炸裂，尘烟滚滚。2名筑基修士现身，冷笑住挡在苏晨去路。逃得够久了吧？交出孩子，我们还能留你全尸。苏晨停下脚步，将小林小心放到身后，手中青铜剑缓缓抬起。想动我女儿，先问过这把剑。他怒吼一声，剑光爆闪，猎山剑，轰隆，一道3丈长的剑光直劈而下，将街道硬生生劈出一道深沟。2名修士不得不退开数步，神情中带着惊怒。小城之剑，区区炼气境，居然能伤到我们。另一人眼神阴狠，抬手结印，杀了他。顿时，灵力如怒潮席卷而来，压得苏晨呼吸急促，胸腔发闷。他全力挥剑，却依旧被震得鲜血狂喷，单膝跪地。小林尖叫一声，急忙扑上前：“爸爸！”苏晨一把将他护在怀里，咬牙死死支撑住剑身。休想动他！他的身影在夜色中摇摇欲坠，却如大山般牢不可破。眼看2名筑基修士再度出手，一道低沉的叹息声忽然响彻夜空。哎，为了女儿，连命都不要了吗？真是傻啊！声音未落，一道灰袍人影自高空缓缓降下，脚步未落，却宛如踏在无形阶梯上。他被佝偻，满头白发，眼神却深不见底，随手一挥，天地间的灵气竟像潮水般轰然震荡。轰！那2名筑基修士瞬间被震飞数十米，重重砸在废墟里，口吐鲜血，眼中满是惊骇。金丹境，灰袍老人淡淡瞥了他们一眼：“你们还不配提我的境界。”他袖袍一挥，2人瞬间被无形力量抛飞，消失在夜色中，生死不知。苏晨愣住，手中长剑依旧紧握，浑身戒备。你是谁？他的声音沙哑却不退让，仍护在女儿身前。灰袍老人注视着他，眼中闪过一丝赞赏，在绝境之中还能这样死死护着孩子，不错。小林怯怯地探出脑袋，小声说：“爷爷，你是好人吗？”老人怔了一下，随后哈哈大笑，笑声里带着苍老与沧桑。小丫头，放心吧，我至少比那些人好上一点。他看向苏晨，目光深邃。你的剑是谁教的？
苏晨神情一震，但很快冷声道：“无论你是敌是友，都别打我女儿的主意。”灰袍老人微微一愣，随即笑容更浓：“好一个父亲，放心，我对你女儿没兴趣，倒是你，若愿意，老夫可以指点你一二。”说罢，他随手一点，灵气凝成光芒，落在苏晨丹田。轰！苏晨只觉得体内堵塞的经脉瞬间畅通，灵气翻滚暴涨，修为一举冲破瓶颈。系统提示：修为突破至炼气5层。苏晨浑身一震，握剑的手更稳，眼神也更凌厉。灰袍老人看住这一幕，微微点头：“有根骨，有决心，有剑心，或许你真能走得很远。”说完，他背影一闪，消失在夜色中，只留下一句话：“守好你的剑，也守好你的女儿。”夜风再起，街道寂静，苏晨紧紧搂住小林，低声道：“你放心，不管未来有多少敌人，爸爸都会用这一剑守住你。”小林将小脸埋进父亲怀里，轻轻点头。而苏晨心中明白，今晚只是开始，真正的风暴还在后头。一夜过去，城市依旧车水马龙，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。但苏晨心里清楚，昨晚那场追杀只是更大风暴的前奏。清晨，他带着小林躲进一处废弃工厂，临时将这里布置成暂时栖身之所。铁锈的味道，断裂的玻璃与外头的阳光形成强烈对比。小林坐在简单铺好的棉被上，乖巧地看住父亲忙碌。“爸爸，我们要在这里住下吗？”苏晨抬起头，露出一丝笑容：“暂时的，这里比较隐蔽，他们不容易找到。”小林点点头，虽然心里还是害怕，但他选择相信爸爸。同一时间，遥远千里的某座灵山上，云雾缭绕，宫殿森严，这里便是追杀小林的宗门凌霄宗。大殿之中，10余名长老齐聚，气息压抑的让空气都颤动。昨晚2名筑基弟子失败，还被击退。一名白发长老冷声开口：“消息属实。”传讯弟子低头战战兢兢，对方只有一名凡俗男子，修为才炼气4层，但他手中剑术诡异，力量堪比筑基。荒唐！另一名长老拍案而起：“区区凡人，怎可能抗衡筑基？”这时，紫衣女子走入大殿，冷冷一笑：“长老莫要轻视，她确实有几分本事。”众人目光齐齐落在她身上。紫衣女子神情淡漠，缓缓道：“最关键的是，那孩子无疑是先天灵体，若被其他宗门抢走，将是我们凌霄宗的巨大损失。”大殿一片哗然。先天灵体，这等天资，100年难得一见，难怪会引起如此骚动。一名须发皆白的太上长老眯起眼睛，沉声道：“既然确认，他必须带回宗门。至于那父亲，可杀可不杀。”紫衣女子眼中闪过一抹异色，嘴角勾起冷弧：“我会亲自出手。”凌霄宗内的议事结果透过暗网与灵符传递，很快就传遍各大修仙势力。一时间，关于凡俗之地现世一名先天灵体的消息，宛如巨石投入湖水，激起滔天波澜。有宗门摩拳擦掌，企图抢夺，也有散修心动，觉得这是飞天之机，更有隐世大能，静静观望，等待局势演变。此刻的苏晨并不知道，自己与小林已经成为整个修仙界的焦点。他盘膝而坐，运转灵气，体内气息稳定在炼气5层。那股昨夜老人留下的力量，正在慢慢转化为他自身根基。金丹境的前辈到底是谁？苏晨心中疑惑，但很快将这念头抛开。对他来说，比任何答案都重要的是小林的安全。他望向熟睡的女儿，眼神坚定如铁：“无论来多少人，我都要守住她。”夜晚，工厂外，几名黑衣修士聚集在一起，眼神阴冷。确认气息，目标就在里面，这次不可失手。他们正准备动手时，天空忽然响起一道沉雷，轰隆！黑衣人全身一震，抬头一看，只见云层翻涌，仿佛有什么恐怖存在正在俯视。是其他宗门的人。瞬间，他们不敢贸然行动，只能退回阴影，静待时机。而在工厂内，苏晨睁开双眼，剑锋在月光下闪烁，灵脉感知告诉他，外头已经有不少修士潜伏，随时可能出手。小林，该换地方了。他低声喃喃，抱起女儿，推开工厂生锈的铁门，毅然踏入黑暗。因为他知道，风暴已经无法避免。夜色深沉，霓虹闪烁的都市此刻宛如猎场。苏晨抱着小林，穿梭在空旷街道，灵脉感知早已拉到极致。他清楚察觉到，四面八方的灵气波动正在逐步收缩，宛如无形的网，
将他们父女困在其中。爸爸，好像有人在看着我们。小林贴在他怀里，小声说道。苏晨低声安慰，别怕，有爸爸在。但他的眼神却比钢铁还要冷冽。高楼天台上，10数道身影并立，黑衣修士、散修高手，还有宗门派来的弟子，全都盯着下方孤身一人的苏晨父女。目标已经落网，别给他逃的机会。灵符燃起，阵旗插下，一个以整座城区为基点的锁灵大阵轰然启动。天地间灵气骤然沉重，街道灯光闪烁不定，压迫感让凡人感到心神不宁。而阵法中心正是苏晨与小林。苏晨心头一沉，大阵竟然连凡俗城市都能布下，这些人还真是疯了。灵脉感知告诉他，至少有3名筑基修士镇守4角，还有不下20名炼气高手在阵中隐伏。这已经不是简单追杀，而是彻底的围杀。苏晨，阵外响起一声冷喝，紫衣女子现身，立于半空，长裙猎猎，气息冷冽，交出那个孩子，我保你全尸。苏晨将小林紧紧护在怀里，剑尖直指他，想动我女儿，你做梦。紫衣女子冷笑一声，伸手一压，动手，轰！无数道灵光同时轰向苏晨，宛如天崩地裂。苏晨怒吼一声，将体内灵气燃烧到极致，烈山剑，剑光暴涨10丈，瞬间劈开数名扑杀而来的修士，鲜血四溅，惨叫声不断。但更多敌人蜂拥而至，灵符爆炸，法器横飞，将整条街炸得坑坑洼洼。苏晨身上鲜血淋漓，却依旧不退半步，死死挡在小林前方。谁敢碰他一步，我就与他拼命。他的声音像铁锤砸在每个人的心口。紫衣女子眼神微冷，抬手结印，困兽犹斗。瞬间，整个锁灵大阵光芒大盛，一条条灵力锁链从4面8方涌出，直扑苏晨。这是专门用来困杀修士的杀阵，苏晨根本无法硬撑。小林急得哭喊：“爸爸，不要！”苏晨满身鲜血，双眼却迸发出疯狂的光芒，哪怕死也要杀出一条路。他咬破舌尖，将鲜血喷在剑身上，轰！青铜剑瞬间绽放刺目剑芒，剑意如狂风怒海，猛然斩断数条灵力锁链。敌人齐齐色变，不可能，这剑意根本不是炼气境能掌握的。苏晨声音低沉嘶哑，却带着疯狂的决绝：“谁敢阻我，就算是天，也斩给你看。”紫衣女子脸色微变，正欲再出手，忽然天地间响起一声轻笑：“够了！”声音如雷霆，震得所有人心神俱颤。一道剑光破空而来，直接将大阵斩出缺口。灰袍老人再度现身，目光冷厉扫视全场：“你们一群筑基，也好意思围杀一个凡俗父亲？”声音落下，所有修士齐齐变色，甚至连紫衣女子也收敛了几分锐气。苏晨喘着粗气，浑身浴血，但眼神依旧坚定，护着小林不让任何人靠近。灰袍老人看了他一眼，微微颔首，低声道：“好孩子，能为女儿盼到这种地步，老夫替你撑一撑。”围城未破，杀局尚在，但局势已经彻底改变。苏晨紧握长剑，心中燃起新的决心。无论敌人再多，我都要带小林活下去。夜空压抑的像是要塌下来。锁灵大阵的光芒照亮整座城区，无数灵力锁链如毒蛇盘绕，紧紧锁死了苏晨父女的去路。灰袍老人一步踏出，立于半空，气息如海，让所有修士心神颤抖。你们这些所谓的修士，筑基之尊，竟为杀一个炼气父亲，真是丢尽了脸。他的声音如洪钟大吕，震得众人灵魂颤抖。紫衣女子脸色一沉，冷声道：“前辈身份不凡，但这孩子非我凌霄宗不可。既然您要插手，那便别怪我不客气。”他手中玉簪一闪，融入大阵，瞬间整个锁灵大阵光芒暴涨，数百条灵力锁链同时爆发，带着毁灭之势朝苏晨与小林疯狂涌来。苏晨浑身一震，剑锋紧握，眼神死死盯着袭来的锁链。小林，抱紧我。小林紧紧搂住父亲，泪水打湿了他的衣襟。苏晨深吸一口气，丹田灵气疯狂运转，血脉燃烧，剑身上鲜血与灵气交织，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光芒。烈山剑，轰！青铜剑爆发出惊天剑芒，直接斩碎迎面扑来的10余条锁链，声势如惊雷震响。但锁链太多，4面8方压来，瞬间又将他们父女困得水泄不通。苏晨浑身浴血，气息急剧衰弱，但眼神依旧如钢铁。灰袍老人微微点头，声音低沉：“好剑心，
好父亲，既然如此，老夫便助你一臂之力。他手指一弹，一缕金色剑光没入苏晨体内。轰！苏晨只觉得脑海一震，无数剑意画面疯狂涌入脑海，山崩、海啸、雷霆、日月，最终凝成一道破天之剑。这是剑意！苏晨瞳孔骤缩，浑身颤抖。灰袍老人喝道：“记住，剑不只是杀敌的兵器，更是守护的信念。”下一刻，苏晨眼神彻底转变，他缓缓举起长剑，剑锋所指，天地都似乎静止。为了我的女儿，这一剑破天罗！轰！剑光冲天而起，直破九霄，整座大阵瞬间颤抖，数百条锁链接连断裂，爆炸声接二连三，高楼崩裂，街道撕裂，夜空被照亮如白昼。众修士齐齐脸色大变，疯狂后退。这不可能，他只是炼气境，怎会有这等剑意？紫衣女子眼神巨震，身躯微微发颤，心中第一次升起了恐惧。光芒渐渐消散，大阵彻底崩毁。苏晨立于废墟中央，浑身浴血，手中青铜剑仍在嗡鸣，剑锋直指天际。他气息虽然衰弱，却散发着让所有人不敢直视的锋芒。小玲紧紧抱着他，眼泪止不住落下，却满是崇拜与依恋。爸爸，好厉害！灰袍老人负手而立，眼神中闪过一丝欣慰。呵呵，果然没让我失望。他回头看向紫衣女子，冷声道：“这一局，你们凌霄宗输了。”紫衣女子脸色铁青，强压住心头震惊。哼，今日算你们走运，但这孩子终究属于我凌霄宗。话音落下，他身影一闪，化作流光，消失在夜空。街道陷入死寂，苏晨气息一阵紊乱，终于支撑不住，单膝跪下，满身血污。小玲急忙扑到他怀里，哭喊住：“爸爸，你不能有事。”苏晨努力挤出一丝笑容，轻声道：“傻丫头，爸爸还不能倒下，因为还要守着你啊。”小玲哭住点头，紧紧搂住他。灰袍老人缓步走来，低声说：“走吧，这里不是久留之地，接下来真正的风暴才要开始。”苏晨抬头，眼神坚定，将小玲紧紧抱在怀里。无论来多少次，我都会剑破一切。夜幕散去，晨光洒落在满目疮痍的街道。昨夜的剑光已经将整片街区化为废墟，但凡人却只以为是煤气爆炸与大楼坍塌，真正的真相被修士势力压下。苏晨背着长剑，怀里抱着小玲，静静走出断垣残壁。他的身影虽狼狈，但眼神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坚定。灰袍老人缓步跟在身后，背影依旧佝偻，声音却低沉有力。昨夜那一剑已经惊动整个修仙界。苏晨停下脚步，回头看着他，沉声问：“前辈，您到底是谁？”老人微微一笑，眼神深邃如海：“名字已经不重要，你只需记得，若想守住你的女儿，便必须踏上修仙之路，否则，不管你有多努力，都只会被碾碎。”苏晨紧握拳头，青筋暴起，他明白这句话是真理。昨夜若不是老人出手，他早就与小玲双双葬身在锁灵大阵之中。我要变强。他声音沙哑却坚决，为了小玲，我必须踏入修仙。老人注视着他，缓缓点头，很好，你有剑心，也有守护之心。接下来，你需要做的就是走进修仙世界，正面迎击那些宗门。与此同时，凌霄宗大殿，紫衣女子跪在殿中，脸色阴沉。弟子无能，让目标逃脱。10余名长老神色各异，有人冷声斥责，有人沉默不语。太上长老挥手压下争论，声音冷厉：“那孩子乃先天灵体，绝不能落入外人之手，立刻调动宗门精锐，封锁凡俗世界，不惜一切代价将他带回。”是，整个凌霄宗上下在这一刻彻底行动起来，消息如同风暴，迅速传遍修仙界。凡俗中出现先天灵体，听说被一个凡人父亲拼死守护，甚至剑破大阵。凌霄宗已经全面出动，这下有好戏看了。各大宗门、家族、散修全都被惊动，有人摩拳擦掌，有人暗中观望。一个小小凡俗城市竟成为修仙界的焦点。夜晚，苏晨带着小玲隐居在山林深处，篝火跳动，小玲靠在父亲怀里睡住了。灰袍老人静静看住这一幕，眼神微动，低声喃喃：“我当年守不住的东西，或许他能守住。”苏晨抬起头，看向满天星辰，眼神中燃烧着烈火。我不管修仙界有多少宗门，多少强者，谁敢夺走小玲，
我就斩谁。他紧紧搂住女儿，将剑横放在膝上。那一刻，他的剑不仅是兵器，更是誓言。远方，风声呼啸，山林摇曳，修仙界的目光已经齐齐投向这片凡俗之地。暴风雨即将到来，苏晨心里明白，真正的考验才刚开始，但他无所畏惧，因为他是一个父亲，因为他有一把剑。